武汉呢，这下彻底出名了，百万游客蜂拥而至，已经火到国外去了。最近呢，有很多外地的游客纷纷涌入武汉来做武汉的，比如说轮渡啊。武汉呢，那个轮渡啊，曾经呢只是武汉市民呢方便两岸，就是从长江啊，比如说汉口到武昌啊，汉阳到武昌，方便大家日常出行的，就是正常的像坐公交一样的，或者坐地铁一样的交通工具。没想到却被外地游客把它直接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。那个船呢，每次可以坐800人，所以说现在呢，很多来武汉的人呢，来旅游的人呢，纷纷来坐这个轮渡，而且票价很便宜，2块钱，然后公交卡可以打个8折，就是1块6，有的地方还1块5。然后因为轮渡的点不一样嘛，再包括武汉的江汉路步行街啊，最近呢有去逛过的朋友，你们都会发现，那在街上面呢，很多的房子啊都已经重新的装修了，很多新的店铺都已经入驻了，生意那真的是好的不得了。各种特产啊，很多外地来的游客纷纷买入，像糕点呐，比如说热干面呐之类的，都可以带回家去吃。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湖北特产都带回去了。武汉呢，这次下是彻底火了。然后像比如说很多人来到武汉长江大桥，你知道武汉为什么会这么火吗？主要还是因为啊，武汉很多像景点都免费的，比如说轮渡啊这么便宜，黄鹤楼呢你不用进去，在外面楼下就能看到整个黄鹤楼的全貌。即使你不用进去就可以看到，你说这是多么的亲民，而且还在旁边修了一个地铁站5号线黄鹤楼站，那位置还成为一个网红拍照打卡点。不知道你们在网上刷到过没有？真的，就相当于是很多来武汉就是非常宠游客，白嫖一样的。而且为什么很多人来武汉，其实就是为了一张嘴巴吧？武汉的吃的，365天基本上每天不重样，说的有点夸张了，30天吧，1个月吃早餐从来不重样。而且在武汉这边呢，吃早餐呢都是端着吃的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坐的地方。现在呢，很多那种店铺老板啊，在门口买了很多桌子板凳，在门口呢给那些游客啊，他们坐着可以吃，因为有些人呢他没有这个技能嘛，就是端着边走边吃，所以就出来这样的一个桌子板凳。再包括武汉为什么现在会这么火，主要还是因为武汉呢跟上海2座城市非常像。去上海呢看东方明珠，看陆家嘴，看两岸的江景，在武汉你花更少的钱一样能挺受到那个过江轮渡，也可以在这边看到江景，也可以看到长江大桥，而且呢也能看到万国的建筑群，花更少的钱体验一样的一个生活。而且上海有南京路步行街，武汉有江汉路步行街，所以很多人还是比较聪明的。去上海的消费确实贵，比如说住酒店呐、出行呐、吃饭呢比较贵。上海的物价高，跟他们那边的收入还是成正比的嘛。当你的收入提升来之后，如果你的物价没有上涨的话，那可能就是导致这个钱就不值钱了，对不对？武汉这边收入可能是工资低一点点，但是在武汉这边的消费更低一点点，所以说是持平的。武汉呢，现在已经彻底火了，很多游客纷纷而来。比如说在长江大桥的观景台上面看晚上的日落，看到没有？那是绝美的一个风景。而且在武汉呢，还有东湖，还有很多的像欢乐谷啊，比如说东湖那边还有很多的景区，里面很多玩的，比如说海洋世界啊，还有湖北省博物馆啊，看越王勾践剑呐，然后在武汉来吃一些小吃啊，真的是既饱眼福又饱口福，而且休息啊、出行啊又很便宜。基本上带很少的钱过来就可以玩好几天好几天，这样的一个旅游景点，谁不愿意来呢？而且现在武汉气温又比较舒适，再过段时间呢，可能就热了，就大家可能就有点受不了的。所以说，如果还没来武汉的朋友，建议你们早点来，这个时候的气温呢还是比较舒服的。再过段时间温度更高了之后呢，可能就有点难受了。大家出门还是要做好防晒，做好攻略。武汉的好玩的地方还是很多的，很多人都说武汉没有什么好玩的，当然好玩。就是说一起散散心，看看风景。武汉的风景很不错的，春天呢有那种樱花，夏天呢有那种莲花，还有冬天、秋天呢有那种梅花，冬天呢也有梅花。你们怎么看？